Hello， 大家好，我是 Ethan。哈苏这个来自瑞典的百年相机品牌，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诉说。这次受到台湾哈苏的代理商实力录影像有限公司的邀请，来试用哈苏目前为止最新的中片幅数位相机 X2D Mark II 100C。这是我第一次尝试中片幅，同时机型又是哈苏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品牌，因此在这支影片中，我会花比较长的篇幅去介绍它的历史背景。当然，频道一贯的大量实拍照，在影片的中后段也不会缺席。那就让我们开始本次的主题吧。哈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41年，由创始人弗里兹·哈苏布拉德在瑞典的哥德堡创立了哈苏商行，成为品牌历史的源头。但这个时候，距离发展成我们认知中的哈苏相机品牌，还有大约100年的时间要走。这个时期的哈苏商行主要经营进口布料、缝纫用品以及各式日用杂货。直到1885年，第二代接班人阿维德在伦敦与妻子度蜜月的时候，偶然结识乔治·伊士曼，哈苏企业才开始与摄影产生连结。阿维德本人对摄影很感兴趣，而伊士曼也正在推广他的伊士曼干板与胶卷公司，也就是柯达公司的前身。随后，哈苏开始于瑞典引进柯达的摄影产品。而真正将哈苏这个名字推向相机产业的关键人物，是直到第4代的接班人维克多·哈苏布拉德。他从小就对鸟类摄影充满热情，曾前往德国、法国与美国学习相机工业、光学制造等技术，为日后亲手打造相机建立了基础。1940年的二战期间，一架德国的侦察机坠落在瑞典境内，瑞典军方将机上的航空相机回收并交给维克多，询问他是否能仿造出类似的设备。维克多在看过这台相机后，自信地说自己能造出一台更好的。这个计划催生了哈苏制造相机的起点 RAS HK7， 这是一款手持的军用航空相机，在1941年到1943年之间，共生产了240台。这次的开发经验也成为维克多坚定朝相机制造业发展的基石。二战结束后，哈苏将重心转移到民用市场，诞生了诸如 1006F、1000F 等型号，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500C 采用进阶快门，让整体操作稳定性大幅提升。哈苏因为其高品质与弹性的模组化设计，逐渐成为商业摄影、时尚棚拍领域里极具代表性的专业工具。Mercury Control, the count is 10, 9, 8, 7, 6, 5, 4, 3, 2, 1, 0. Liftoff. I have liftoff, clock has started, and she feels real nice. Before you get pins for this flight? Yeah, I got the pins on my office wall, altimeter's off the peg. 10 for 20 seconds. Okay. 哈苏与 NASA 的缘分并不是从一份正式的采购案开始。1962年，太空人华特·舒拉是一名摄影爱好者，本身也拥有一台哈苏 500C。他很清楚这台中片幅相机所能提供的影像品质。当 NASA 对现有的拍摄成果不满意时，舒拉便建议 NASA 尝试改用哈苏相机。同年11月，几台经过改装的 500C 随着水星计划进入太空。舒拉在绕行地球的过程中拍下清晰而稳定的影像，证明了哈苏也能成为人类探索宇宙的可靠工具。这次任务也成为哈苏进入 NASA 太空摄影系统的重要起点。Okay, engine stop. APA at a descent. Mode control, both auto, descent engine command override off. Engine arm off. Port 13 is in. We copy you down, Eagle. Listen, Tranquility Base here. The Eagle has landed. Roger, Tranquility. We copy you on the ground. You got a bunch of guys about to turn blue. We're breathing again. Thanks a lot.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在1969年著名的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中，
哈苏相机更成为人类历史的见证者。尼尔·阿姆斯壮、麦克·柯林斯与巴兹·奥德林分别在月球表面与指令舱中使用哈苏相机记录了这些经典画面。这里有个有趣的小故事，在登月任务结束后，经常会为了减轻返航重量而只将底片夹带回地球，因此直到今天，共有12台哈苏相机静静地遗留在月球上，成为哈苏相机与人类太空探索史之间最浪漫的连结。虽然哈苏是以高品质的成像而闻名，但 X2D2 本身的操作却出乎意料的简洁。它舍弃了现代相机那些越来越复杂的设定与模式，甚至取消了录影功能，是一台完全返璞归真、纯粹为了摄影而生的相机。尤其是这块3.6寸的 OLED 触控萤幕，具备 HDR 显示能力 ，P32 与1400尼特的峰值亮度，很好的呈现了哈苏自然色彩科学的核心卖点。电子观景窗的表现更是惊艳，凭借着576万点解析度的 Micro OLED、120赫兹更新率以及等效约 1.0 的放大倍率与100%的视野率，这些规格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体验，让相机无缝成为身体与意念的延伸。其中我认为 X2D2 最关键的一项升级，就是过去经常被诟病的对焦性能，在这次有了巨大提升。除了导入更先进的混合式自动对焦，加大对焦区域之外，更加入了 LiDAR 测距作为辅助，同时也支援主体辨识与连续自动对焦。基于中片幅本身的物理差异，虽然 X2D2 没有办法与目前第一梯队的全片幅相机相比，但也已经达到完全可用的程度。X2D2 的机身材质采用厚实的铝合金搭配 CNC 切削，墨黑色的涂装则是使用阳极处理，触感冷冽细腻，不容易留下指纹。造型设计上 ，X2D2 可以分成3个区块来观察。首先是机身的区块，巧妙地保留了传统哈苏的方形箱体设计，平直的线条与正圆弧倒角交织出精准的工程美学。边缘的斜切设计让视觉层次更加丰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握持的舒适度。尤其在镜头式放钮上刻意采用金属原色，同样是将传统风格转化成现代语言，是一项充满品味、非常精彩的设计。握把的区块从上方2维的视角来看，一样是延续机身严谨的几何结构，但在3维的立体层面却充满了柔软的有机曲线，握持手感完美贴合人体结构。搭配全新开发的不规则立体皮纹，即使装上比较重的镜头，只要掌心一扣上去，马上就能感受到那种绝对不会手滑的安全感。最后是观景窗的军舰部，相比于一般的无反相机， X2D2 设计的更宽大、平直，是这台相机在外观上最显著的特征。前方一字排开的 logo 使用比较深的雕刻与深黑填色，低调但充满气势，展现出品牌的自信与态度。X2D2 最具代表性的规格就是高达1画素的中片幅感光元件。高画素给予了后置更多的弹性，这些充足的画素即使在裁切后，依然能够维持良好的细节与专业级表现。这片接近44×33毫米的感光元件，实现了大量2次构图的可能性。
我最喜欢的是5:4以及 Expand 这两种比例，前者能让视线更加聚焦于画面中心，非常具有中片幅独有的厚度与味道；后者则是更有故事性与空间感。而让这些画素产生价值的是 X2D2 另一项关键升级——高动态自然色彩解决方案。哈苏透过大量真实世界的色彩样本，建立自己的色彩参考系统，再针对感光元件、色彩曲线与影像处理流程进行精准调校。HDR 的观念虽然已经行之有年，但传统 HDR 给人的印象是透过多重曝光或演算法合成，强行将亮暗部的差异拉近。而我自己一直不喜欢这种视觉表达，直到使用 X2D2 后，我才第一次感受到 HDR 理想中的样貌。X2D2 高达16位元的色深与 15.3 级动态范围，从影像最初就记录了更多细节，而不是靠后置硬拉。从拍摄、处理、输出到观看，哈苏完整的 HDR 工作流程，就像是在传统的 RGB 之外，额外赋予了一层光的维度。这些微妙的光线与色彩变化，让拍摄者能够捕捉到更深层的画面情绪，真正做到与众不同的质感差异。这次搭配的是全新推出的 XCD35-110变焦镜头，画质与锐利度同样是最顶级的表现。它的成像风格带有一种冷静、理性的中性质感，与哈苏的色彩风格非常协调。前后景的分离相当低调柔顺，那种仿佛身临其境的立体感，是自然到你几乎会下意识掠过的程度。如果你能接受它的体积与重量，这颗镜头在各方面几乎无可挑剔。我在事后回顾使用 X2D2 的期间，注意到自己在拍摄的取舍中发生了一些改变。或许是它的规格，也或许是它的历史分量。这些哈苏独特的气质让我变得更专注于画面的构成，连快门也在不知不觉间变得吝啬，就好像它有一种迫使你不得不认真看待摄影的魔力。哈苏作为一个动辄超过20-30万台币的高端相机品牌，在这个影像被快速消费的时代里，其实难以体现它的价值。如果只是在网络上分享，一般2400万画素的相机就已经足够，主打的自然色彩也很容易淹没在一众讨好的网红滤镜之中。但这并不代表哈苏的坚持是错误的，因为它从品牌创立之初就是为了忠实记录而生。世界上总有一群人需要以最高的标准、最真实的色彩去捕捉眼前的光影。如果你也是真心热爱摄影的人，这绝对是一台值得亲自体验一次的相机。最后也感谢实力若影像有限公司，让我有机会长期感受哈苏相机的魅力。如果你对本次影片分享的内容感兴趣，也欢迎到他们位于台北的哈苏台北体验店交流讨论。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所有内容，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也别忘了按下订阅键。我是伊森，我们下次再见，拜拜。